莫特，你去哪儿啊？莫特，你又叼什么死鸟啊？阿 Sir， 开始我以为他叼了死鸟呢，后来再一看，原来是根手指，吓死我了！我再往那边一看，有具尸体在那边呢。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和钱包，左手的手腕有损伤，怀疑是被人抢劫手表的时候弄伤的。鞋和裤子都被脱了，像是偷渡客做的。这种季节，死者应该穿着外套，就是凶手连他外套都拿走了。无名指上有明显的戒指痕迹，可能凶手想拿走他的戒指，所以把手指切下来。这么看，偷渡客犯案的机会很大。这个山上以前也发生过有偷渡客出没和抢劫承运客，死者很可能是承运的时候遇害。不过没有证件和手机，要确认死者的身份可能要花点时间。我看未必，一个这么整齐清洁的老人，连眼镜也是名牌的，那家里人很快就会来找他的。大家看看周围有什么证据，仔细一点。Yes, sir. 有人扎营。警察，站住！你看着他。跟着我来，别动，玩点。阿西，不行就别死撑了啊！医生叫他住院，他又不肯。姚 Sir， 这是小问题，不用住院的，没问题的。你自己看情况好了啊。这次你们俩辛苦了。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手头上查到的资料，跟你的推测完全一样。死者家庭环境不错，今天晨运过了时间还没有回家，家里人觉得可疑，于是报警。他们已经来认尸了，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。死者王振宇，67岁，是一位商人，专门回大陆炒卖名画和发掘一些没出名的画家。最近几年大陆的炒画风气旺盛，所以他赚了不少钱。不过他为人低调，算是一个隐形富豪。死者有一个老婆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他老婆3年前死了。而死者本人生前跟儿子、儿媳妇和孙子一起住，女儿在外面住。每天早上6点，他都会去晨运。法医检查完之后证实，死者是失血过多致死，时间是今天早上6点到8点之间。尸体没有任何被虐待过或挣扎过的痕迹，而左手无名指是死了之后才被刀切断的。查过死者的银行记录，在今天早上7点32分，有人曾经用死者的银行提款卡取钱，不过因为按错了密码，所以拿不到钱。很可能呢，是王振宇晨运的时候被2个偷渡客抢劫，他们逼他说出提款卡的密码，他可能太害怕或者想骗他们，所以说了个错误的密码。之后他们一个看着他，一个去取钱，可是取不到钱，回来之后一怒之下杀了王振宇，还把他手指切下来，抢走他的财物。表面看来很有可能。2个偷渡客我们抓住了，我们先过去跟他们聊一聊。姚 Sir， 我去吧。你辛苦了，让我来吧。你有没有用刀杀过人呢？没有啊，Sir， 我是偷渡客，但是我没有杀过人呐。没有啊，警察了不起啊！您别冤枉我，我没有杀过人。
大家怎么看？亚瑟，你问的那么客气，谁也不会承认。他嘴里不承认，但是身体语言已经承认了。就是案子是他们做的。我觉得不像，他们说自己没杀人的时候说的是真话。但是他们在凶案现场附近，嫌疑很大。我赞成暂停的说法，案子应该不是他们做的。但是姚瑟，你又说他们嘴里不承认，身体承认了。我是说他们承认用树枝袭击人。再看看录影，别看着我。你有没有用石头袭击过人？没有，你有没有用棍子袭击过人呢？没有。你有没有用树枝袭击过人呢？树枝可以杀死人吗？你有没有用刀杀过人呢？没有，阿 Sir， 我是偷渡客，你冷静点。但是我没有杀过人呐。没有啊，警察了不起啊！您别冤枉我啊，我没有杀过人。当他们两个说到没杀人的时候，一个很紧张，用手抓住我，而另一个呢就直拍桌子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一个人说谎话的时候，他会尽量控制自己手和腿的动作，甚至是不会去触摸一些人和物件。不过他们一个就抓住你的手，一个就不停地拍桌子，证明他们说谎的机会不大。没错，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说谎的身体语言，所以很可能他们说的是真话。还有，我是故意问他们有没有用这种凶器、那种凶器，目的是看他们听到凶器的名字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。结果我说到树枝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都有异常的反应。树枝可以杀死人吗？阿 Sir， 树枝怎么杀人呢？他们一个就缩回了双腿，一个就很紧张地抓住自己的腿。我查过，在附近另外一个山上，有人报案被偷渡客抢劫和用树枝袭击，很可能就是他们两个做的。进来。姚 Sir， 哎，银行的闭路电视录像拿回来了，上面也记录了嫌疑犯出现的时间。谢谢。他特意戴着帽子，因为知道有闭路电视，所以要遮住自己的样子。但是衣服跟之前的两个人很不一样。拿钱连自己的密码都不记得，一定是偷渡客。他不是偷渡客，他是装的。一般人按键应该用手指头，但是这个人是用手指甲戳那个键盘。对，他不想在键盘上留下指纹。如果是偷渡客的话，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记录。你终于知道什么叫观察入微了。过奖过奖，跟你学习的。那人故意装成偷渡客，转移我们的视线，很有可能是熟人干的。哎，先从死者家里人入手。哦，妈达姆约了他女儿，明天回来问话。李贤，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问那两个偷渡客？你说我抓完他们让我休息吗？你信吗？也不是全相信。其实我是担心你会不客观。你那么辛苦抓到他们，他们又打伤了阿西，我怕你不顾事实和证据，只想盯死他们。你这么看我啊？现在证明我的担心是错了。哼，钱呢？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报仇。邓仲轩这种人渣根本就不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你竟然憎恨到告不了他强奸，宁愿亲手杀死他。他一定伤害了你最亲的人。那天在医院，你以为我们走了，我看回病房，看见你拿着项链，你在笑，好像很兴奋。你那么开心笑，是因为你以为可以骗了全世界，你以为邓仲轩一定要坐牢，你以为你能够为林爱琪报仇。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他被人强奸之后，因为看不开，于是冲出马路自杀。你是有计划的回来为他报仇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姐姐不是自杀的，她是被邓仲轩害死的，她是被邓仲轩那个坏蛋害死的。你说她是你姐姐？我看过资料，你们不是同一个姓，她也没有提过有个妹妹。我在澳门出生，小时候爸爸就死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跟妈咪相依为命。我也以为妈咪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直到她死的那一天，
我才知道，原来不是这样。Emily， 你是？我是你姐姐。姐姐？我没有姐姐。我是你同母异父的姐姐。什么？妈咪临死之前叫我要好好照顾你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也是你唯一的亲人。妈咪和弟弟在一起之前，曾经结过婚，还生了姐姐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就跟姐姐相依为命。我姐姐很好，辛辛苦苦赚钱供我去英国上大学。她做妈的很忙的，但是每年暑假都宁愿推掉工作来英国陪我。我毕业那年，有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，她说被邓中轩那个坏蛋强奸了。她说她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告诉她别害怕，一定要报警抓那个坏蛋。过了几天，我跟姐姐在网上见面。Emily， 我好怕，我被人恐吓。恐吓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刚才有人打来，警告我，叫我别再乱说话，还说叫我上街小心点，知道我住在哪儿。一定是邓仲轩那个坏蛋，他怕你告他，所以找人来吓你。一定是他。姐姐，你不用怕他，我回来陪你。你一定要出庭指证那个坏蛋，绝对不能让他脱罪啊！不要，你快要毕业了，别影响你学业，我能搞定他。姐姐，你要坚强一点，一定不能让那个坏蛋逍遥法外啊！我最后一次跟我姐姐通电话，她说她被人跟踪，很害怕，还经常收到一些没人说话的电话。她经常都提心吊胆，很害怕，我怕她出事。我姐姐说，如果她有事的话，一定是邓仲轩做的。之后，我就在网上看见一段新闻。说我姐姐交通意外死了，你们警方说是交通意外，但是我不信，我肯定不是意外，一定是邓仲轩那个坏蛋杀人灭口啊！所以你就处心积虑，毕业之后回香港进娱乐圈，目的就是接近邓仲轩，帮你姐姐报仇。我要邓仲轩这个坏蛋身败名裂，为他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其实你已经差不多达到目的了。邓仲轩已经身败名裂，婚也结不成，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你、同情你，为什么你还要弄断钢丝，让自己受伤呢？钢丝不是我弄断的，是邓仲轩干的。他想整死我，他怕我告他，告到坐牢啊，所以要像杀死我姐姐一样啊。你说那条钢丝不是你弄的？我要亲眼看着邓仲轩死，只要他没死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周院会已经承认了是他陷害邓仲轩。原来你一直都没看错，说谎话的真是 Emily， 我还一直说你猜错了 ，sorry。不要紧，其实 Emily 已经带入了她姐姐的受害情绪，她以受害人的姿态出现，她说的话全都用真感情，所以连我都差点看走眼。可姚 Sir， 你之前说过，当一个人说谎话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罪疚感，还会显露在他的脸上。但当我第一次见 Emily 的时候，我为她录口供，我一点都看不出她有罪疚感。有罪疚感是因为你真的在骗人，但是 Emily 不一样，她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正义的，她在为姐姐报仇嘛。我骗你是应该的嘛，所以看不出来不奇怪。怪不得我们都相信 Emily 了。哇 ，Emily 一个这么好的女孩，居然为了报仇让那混蛋糟蹋，值不值啊？哎，我觉得是最毒妇人心啊，还要拿把刀去捅人。那也是你们男人先犯贱呢。就是，现在 Emily 吃了亏，还要被人告给假口供，都是你们男人造成的。也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。就是啊，最少我不是。哇，兔啊！刚才见义勇为那个老粗适合你啊！哎，介绍给你认识啊！你神经病啊！你喜欢你自己要啊！我要什么呀？够了，阿西，别再针对巧莹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人家有名字的不叫老粗，
那人叫洪坤，知道吗？好了，真相大白，可以撤销邓仲轩的强奸指控了。喂，等等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条钢丝。那条钢丝，我想。坤叔，麦登和阿 Sir 找你。哦，麦登，阿 Sir，什么事啊？坤叔是吗？我们之前在医院停车场见过了。是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想问问你认不认识钱素芬这个人？哦，芬姐，当然认识了，那么熟。钱素芬那么有名，很多人都认识。前晚电视台才放映她那部什么什么怒海恩仇嘛，对吧？对了，坤叔，好像里面也有你啊。那又怎么样？在后边晃来晃去跑龙套，做个打手。听说你身手很棒的，以前还有个绰号叫做“跟斗王”。什么跟斗王？是人家看得起我。对了，你经常跟钱素芬合作，是不是跟她很熟啊？以前很熟，不过20多年没见面了。钱素芬那么漂亮，当年是不是有很多人追她？阿 Sir， 漂亮女人谁都想追啊。那么坤叔，你有没有追过她？以前的事还提她干什么？到底有没有？那么漂亮的女人，哎，谁看见都会追了。不过人家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个穷鬼呢？后来她嫁了个有钱人做少奶奶。对了，你们问这些干什么？坤叔啊，你认不认识钱素芬的儿子邓仲轩啊？仲轩，认识，很小就见过他了。我们这批老演员偶尔会聚会一下。邓仲轩3年前被人告强奸。啊？有这种事吗？是啊，但是没多久，那女孩发生了交通意外，被辆车撞死了，而开车的司机就是你。你们不说，我都不知道那女孩跟邓家有关系。哎，那次意外，那个女孩死了呢，到现在我的心还不舒服。不过警察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次意外是那个女孩不小心过马路撞死，不关我的事。你们现在不是想翻案吧？我们觉得有点巧合。对了，星期五那天，你在停车场那里救了邓仲轩，你当时很勇敢。勇敢什么？我看见那女孩拿着刀捅那个男人，那时很危险，谁看见也会救人嘛，是吧？那不一定，我就不会了，连性命都不顾，拼命抓着刀直流血，我真是第一次见。我仗着自己曾经练过功，一个女孩子很容易对付的啊，没想到她疯了似的。哼！坤叔，为什么你那天会在医院出现呢？去看钱素芬，你们还有联络吗？看她，有10几年没见了。哎，年纪大，机器坏。最近我心脏有点不舒服，有个老朋友介绍个心脏科医生给我看，碰巧就是那所医院，那我就去了。谁知道到了，忽然想起有急事要做，我就准备走了。到了停车场就碰上那件事。那间是出了名的富豪医院，收费很贵的。难道不看病啊？会死人的。那个医生叫什么？好像姓李的。名片放在家里了。不要紧，我们只是循例问问而已。我们已经问完了，先走。怎么看？洪坤好像有很多事隐瞒，所以他故作轻松，不想让我们看出破绽。刚才你说3年前有个女孩子告邓仲轩强奸，她有些反应啊。是啊，但是那反应好像刚刚才知道似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她做了个惊讶的表情。不过给你喝。干嘛抓我来这里啊？香港改法律了，去公厕撒尿也要抓啊？去公厕撒尿当然不会抓了，去公厕里拿枪，你说抓不抓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拿枪？双手放头上，慢慢出来，慢点。
喂，Sir，我真的去厕所撒尿啊，你们别冤枉我啊。那个公厕有那么多格，哪格你都不去，光是去最后那格。前几格太脏了，所以就去最后那格了。最后那格也不是太干净啊。我看哪格都差不多，到了最后那格，难道再走回去啊？你进了那格足足有10几秒，我们拉开门的时候，你裤子没脱，手正放在水箱盖上，撒尿是这样吗？阿 Sir， 我进去划了一下吧，一划呢就扶着水箱喽。你撒谎！你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挠脖子，这个动作就叫做自我安抚。那一模一样，你很紧张，怕我们会揭穿你在说谎，是不是？脖子痒，当然要挠挠啦。这个就叫冻结行为。这本书里说，人在说谎的时候会限制自己的脚的动作。哎，一模一样，你看，怎么样？说吧，手为什么放在水箱盖上呀？阿 Sir， 我都说了，我进去一划，手就扶着水箱了。他进去多久啊？10几秒。10几秒后才滑，之前你干什么呢？当时一进去，拉链太紧，你知道吗？那么拉链紧，我就一拉就失去平衡，失去平衡我就扶着水箱了。又在撒谎。人在说谎的时候呢，眼睛会看向左上方，因为用右脑在编故事，左脑才是记忆。怎么样，说不说？阿 Sir，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什么左脑右脑？嘿，你想想吧。哎，师兄。哦，好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先生，对不起啊，错怪你了。你不是去厕所拿枪？嘿呀，阿 Sir， 我说了我是无辜的。哎，这样好了，嘿，我们刚刚查过了，那把枪射出的来福线跟2个钟头前旺角一宗劫案的弹头吻合。啊！劫匪开了3枪，杀死了一个8级保安员，所以我们不是怀疑你去拿枪，而是你杀完人、抢劫完之后，想把枪藏在水箱里面，准备坐牢吧？喂，阿 Sir， 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抢劫杀人啊，我只是收了人家2000块去拿那把枪啊。阿 Sir， 我真的没抢劫杀人啊！行了，冷静点，坐下吧。起诉他阿明。好，拿枪是。